诸位，公司刚通知我被裁员了，今天的翻译到此结束。我刚为公司谈下千万项目，正准备签约的时候，人事部给我发来信息，通知我被辞退了。Miss Shen,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沈雨桐，出来一下。唐经理，我话还没说完。你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没有资格坐在这张桌子上。唐经理，能不能先把这件事放一放？谈判还没结束。程总放心，新翻译已经到了。沈雨桐，东西可以晚点收，先出来。识相点，别闹。你怎么回事？我刚从外面回来就看到郑亚坐你的位子了，被裁了。什么时候的事儿？20分钟前，我正在翻译，韦佳发了条消息。放屁！谈判谈到一半才翻译，唐建明脑子被门夹了。他脑子清楚得很。郑雅的文件夹里装着我做的那份谈判资料，封面上的名字换了。你的意思是，你整理了2个星期的方案，14天，现在写着郑雅的名字。你刚才看到了。沈雨桐，你不能就这么算了。我现在连工牌都没了，你让我怎么算？你先别走，我去打听一下到底是谁批的。沈姐，唐经理让我来送你下楼。沈姐，我就是跑个腿，你别往心里去。没事。周子轩，去年入职的市场专员，刚来时连基础商务韩文都写不好，我手把手带了他2个月，教他查术语、搭框架。沈雨桐，离职手续还没完，这份竞业协议签了再走。唐建明上周就提交了你的淘汰名单，程波批的，理由是部门人员优化。你的谈判资料周3就被唐建明卡走了，当天就让郑雅改了封面，重新打印了一份。14周4天，到从哈维斯的背景云草过他的3年所有公开演讲的要点等里，我一个人做的，每天加班到凌晨1点。周3我还在加班。还有一件事儿，谈判现在卡住了，郑雅把太破普的一个子公司名称翻译错了，哈维森问了3遍他都没纠正过来，美方那边已经申请暂停了。沈雨桐，这是你的离职交接清单和竞约限制协议，你看一下。竞业期限24个月，竞业范围同声传译、商务口译、商务笔译及所有相关领域，竞业补偿金每月基本工资的30%。魏佳，这份竞业范围覆盖了我所有能做的工作，2年不能做翻译，你觉得我靠什么吃饭？这是唐经理定的条款，我只负责送达，补偿金是我月薪的30%，我月薪8000，你让我靠2400活2年，我不签。不签的话，离职补偿金就没有了。唐经理说的。我要见程博，程总在开会。他20分钟前还坐在17楼的谈判桌上，那个谈判已经暂停了，他不再开会。我帮你问一下。程总说他现在没时间，让你先把手续办了，有什么问题下周再谈。下周？我的劳动合同今天就终止了，下周我连大楼门禁都刷不了。沈雨桐，我没有办法，这是上面的决定。你去哪儿？17楼，唐经理不让你上去了，他裁了我的工，管不了我的腿。
我在这间办公室待了5年，帮李阳改过10几份报告里的英文语法错误，帮张月翻译过他女儿的留学申请信。现在，我像一团会传染的病毒。对，方案已经递过去了，不会有问题的，下午接着谈就行，回头再说。你怎么上来的？我不是让老钱送你下去了？竞业协议我不签。不签你就1分钱拿不到。我不在乎那笔钱，我在乎的是我花了14天做的谈判资料，现在署名写的是郑雅。你在说什么？那份资料是郑雅做的。唐经理，那份资料里面第12页有一个注注，标注的是哈维森在2022年行业峰会上的一段发言。这段发言没有现场做同传时自己手记的。郑雅去年才毕业，她在2022年还没入行。你这种说法没有任何证据，你的工作成果归公司所有，属谁的名字是公司内部事务。你一个被裁的员工没有资格来这里质疑管理层的决定。我有质疑的资格，劳动法赋予我的。沈雨桐，你对公司的裁员决定有异议，可以走正规渠道申诉，但现在你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请不要在办公区域逗留，影响正常工作秩序。好，正规渠道，那就劳动仲裁见。随便你。雨桐，唐建明刚在部门群里发了一条通知，主动提出离职，独立完成方案，他可真敢写。李伟家发给我那条裁员通知，过了不到1个小时。这1个小时里，唐建明做完了所有事情，调走翻译，换上自己人，改了方案署名，发了部门公告，把裁员硬生生变成了主动离职。唐建明，你的连环计真以为天衣无缝吗？彤彤，你昨天走了之后，唐建明开了一个内部会，说什么了？他把你当反面教材讲了20分钟，说你工作态度有问题，说翻译谈到一半，你突然站起来发表个人声明，导致太破普对公司的招业性产生严重质疑。他原话是：沈雨桐把个人情绪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是职业素养的严重缺失。谈判呢？暂停了，美方说需要重新评估合作方式。郑雅下午又翻了一段，效果你猜得到，哈维森全程黑脸，最后说了一句我们需要更多时间考虑就散了。唐建明怎么跟陈博交代的？他说是你闹事导致美方不信任。陈博听完脸色很难看，但没说什么。你知道陈博那个人，唐建明闹得比你凶，他就信唐建明。还有一件事，哈维森问郑雅，之前的翻译小姐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的？你猜郑雅怎么回答？他说我自己辞职了。对，他说你因为个人发展原因主动请辞，跟公司和谈判项目没有任何关系。李敏，你能帮我留意一下美方后续有没有什么异常反应？说，不用刻意打听，就你日常能看到的范围内。钟老师，我是沈雨桐。小苏啊，遇到了一些工作变动，想跟您请教几个问题。小苏，我前2天接到过一个电话，东盛重投的一个姓杜的经理打来的，说你在项目里出了一些状况。具体什么状况他没细说，但是这个圈子你知道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钟老师，那个电话里唐建明跟您说了什么？我刚才说了，没细说，就是提了一下你在工作交接上有些不。我理解。小苏，我不是不信你，但是你也理解我的立场。王总，我是沈雨桐，之前合作过。哎呀，雨桐啊，我正开会呢。那个最近圈里风言风语挺多的，你先避避风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啊。唐建明，你不光在公司内部定我的罪，还把手伸到了行业里，你比我想象的更莽。唐建明为什么选这个时间点裁我？郑雅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接手我的位置？美方到底知不知道我被裁的真实原因？有个销售者。好。2年，唐建林，你还真想赶尽杀绝。喂，哪位？沈老师您好，我是亚太区商务翻译交流会的主办方。去年您帮我们翻译的研讨会非常精彩，这个月我们有一场规模更大的会交流，有几家头部企业的。抱歉，我最近工作有些变动，可能不太方便，我考虑一下吧。好的好的，您随时回复我。对了，提醒您一下，这次泰破普公司的亚太区负责人也会到场，机会很难得的。泰破普的人也会去？是的，确认出席了。知道了。
3月15日，泰珀特的谈判项目明明是7月份才正式启动的，这个日期比谈判启动早了整整4个月。唐建明在谈判启动之前就已经和泰拓普暗中接触过了，到底在盘算什么？钟远山的电话起作用了。唐建明这是要借着东盛的赞助，在整个行业里孤立我。沈小姐，您是？傅丽，东盛创投的老员工，我们没直接打过交道，但你的谈判材料我看过。傅总，你好。沈小姐，你准备的那份泰拓普谈判材料第15页关于市场对标的那组数据很有意思。您看过那份材料？看过，在郑雅的名下看到的，但有几个数据调用的是上个月的数据开标，时间错对不上。做翻译的人一般不会留意这种细节，但做审计的人会。他知道那份材料不是郑雅做的，但他只是点破，却什么都没做。彤彤，出事了！唐建明在公司高村上点了你的名字。怎么了？他说你离职后私自联系泰拓普美方代表，把公司的谈判底线泄露给竞争对手。他说他有证据。什么证件？他说泰拓普发了一封邮件到公司公共邮箱，收件人写的是你的名字。他说如果不是你背后联系，美方不可能知道你的名字，更不可能主动找你。李敏，那封邮件你看到了吗？没有，唐建毛只在会上念了几句，没拿原件。程博当时脸色铁青，让他提交完整材料。唐建明说已经在整理了。李敏，你听我说，离开公司那天到现在，我没有打过一封电话，发过一封件给美方的任何代表。我信你，但是程博不信，他怕合作黄了担责任，只要有人给他一个替罪羊，他就会接过去。唐建明还放话了，只要查实，他代表公司提起法律诉讼。对，不是竞业限制了，是商业间谍。李敏，帮我一个忙。你说，那封邮件不管用什么办法，帮我拿到原件或截图，我需要看到完整内容和发送时间。我试试。唐建明管得很紧，我想想办法。刚才唐建明给你在行业群里捐的那几个前辈也打了电话，我听到他在办公室里说，沈雨桐可能涉及商业纠纷，请同行注意规避风险。竞业协议赌饭碗，造谣赌人脉，起诉赌退路。没有，怎么会找不到？李敏，你现在跟我通话，算不算与沈雨桐联系？他要是敢来说我，我让他查查自己的出差报销单干不干净。你别冲动，你还在公司干着，别因为我的事儿受牵连。你现在还替我操心呢？你自己的事儿你想好了吗？还在想。彤彤，唐建明这么搞下去，你光硬扛是扛不住的。他有公司的名义，有程博的部书，有行业前辈敲边鼓。你一个被裁了的人，拿什么跟他打？拿真相，真相管什么用？他说泄密就泄密了，程博没有来找你核实过一句话，你有什么渠道去自证清白？当一个有权利的人决定给没权利的人定罪之后，真相从来不是第一重要的东西，资源才是，声量才是。李敏，那封邮件的事你查清楚了吗？查到了一部分，那封邮件的确存在。泰珀普美方团队发到了公司公共邮箱，收件人栏写的是你的名字，发送时间是你离职后的第2天。内容呢？唐建明只给程博看了摘录，我没看到全文，但我偷听到一个细节。那封邮件的最后一段写的是，我们希望在下一阶段的合作中继续与沈雨桐女士合作。这是美方的意思，他们没有通过我直接给公司发了邮件，指名道姓要我。但在唐建明的叙事里，这封邮件变成了我私自联系美方的证据。李敏，你想想，如果美方主动指明要我合作，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唐建明，他把你裁了，但方要你，等于他做了一个直接伤害公司利益的指导，他怎么交代？所以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让美方要你这件事变成你的错而不是他的错的理由。泄密指控。对，如果他能坐实你泄密，那美方要你就变成了沈雨桐主动勾结客户。很精妙。精妙个屁！全公司300个人，只要有一个人用脑子想2秒钟，就知道站不住脚。但没有人敢想。李敏，谢谢你。你别跟我说谢谢，你跟我说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需要见一个人。傅丽，东盛创投的傅丽，他什么身份我一直没搞清楚。我也没搞清楚，
但他在交流会上跟我说了一句话，意思很明确，他知道那份谈判材料不是郑雅做的，而且他知道怎么证明。你确定他会帮你？我不确定，但我没有别的选择。彤彤，你小心一点，唐建明的电话已经打到行业圈了。我知道。没有登记。副总，沈小姐，找我有事？有事，但不适合站在这里说。跟我来。唐建明发了全员通告，说我泄密。我知道，通报我看了。我没有联系过泰痛普任何人，那封邮件是美方主动发的，他们要求继续跟我合作。老板，一碗素面。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证明清白？我来找你是因为你在交流会上告诉我那份方案的时间菜对不上。你能看到这一点，说明你有权限调阅公司系统的原始记录。我需要那份记录。沈小姐，我给你讲个道理。我在东盛创投待了11年，11年里我看过不下20个人被冤枉、被挤走、被抢了功劳，我没帮过任何一个。不是我不想帮，是帮了没用。公司是唐建明这种人的主场，他们掌握资源、掌握话语权、掌握上层的信任。一个外人插手进去，最大的可能是把自己搭进去。那你在交流会上为什么要跟我说那番话？因为你跟那20个人不一样，那20个人被挤走之后都安安静静的消失了，你没有。你在谈判桌上当着客户的面说出来了，这让事情的性质变了。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唐建明必须把你彻底压下去的理由。因为你说出来了，美方知道了，链条就断不了了。如果你只是安安静静走人，唐建明根本不需要编泄密、发通告、打电话毁你的名声。他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你已经造成了他必须堵住的漏洞。副总，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明白归明白，我现在没有任何能和他对抗的筹码。这是公司内网系统后台的管理员邮箱，你写一封权限申请，说你需要调取你在职期间的工作产出记录，用于劳动仲裁举证，他们有义务提供。唐建明不会让这封申请通过的，他没有权限拦截，这个邮箱直接归档到董事会秘书处。副总，你为什么帮我？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公司。唐建明这个人不止在你一件事上做了手脚，他现在是一颗还没爆的雷，我没有能力拆雷，但我可以告诉你雷在哪里。我可以帮你，但你要先告诉我你手里有什么。喂，李敏。他都离职了，人事部怎么还能让他往公司系统发邮件？唐经理，那个邮箱根本不归我们人事管啊！彤彤，你听见没？唐建明疯了，他把韦佳叫到办公室骂了1刻钟了。他去找程博了吗？找了，程博让他先去了解情况。唐建明干了5年部门经理，居然不知道那个邮箱是直通董事会秘书处的。他现在知道挡不住了，他在想办法呢。我刚看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李敏，还有件事拜托你，郑雅最近状态怎么样？郑雅，你这时候关心她干嘛？不是关心，我想知道她现在是什么心态。郑雅翻了一下午没翻完，最后找了2个在线翻译软件拼着交材的。她没找唐建明帮忙？找了呀，唐建明让他自己解决，他自己也看不懂，又不敢找外面的翻译，打自己的脸。你觉得郑雅现在是真心觉得自己能胜任，还是已经开始怀疑了？肯定怀疑了，但他没退路，他是唐建明推上去的，只能硬撑。他自己知道椅子底下是空的吗？行，我知道了。下周，一切都在下周。程总，这件事不能批。沈雨桐在离职之后仍然试图接触公司内部系统，这恰恰说明他泄密的事情是有根据的，他是在销毁证据。对，必须以安全为由直接否决他的申请，不能让他碰到后台数据。沈姐，程总马上就到，你先进去坐。沈雨桐，你今天来是谈离职手续的？对，也不全是。你有什么想谈的？竞业协议的条款不会签，这件事我上次已经说过了。今天想跟您谈的是另一件事。唐建明说我泄密，这件事公司在走调查程序，你有什么异议可以书面提交。程总，我需要当面跟您确认一件事儿。唐建明跟您汇报这件事儿的时候，有没有把那封太破谱的邮件给您看过？没有。
他说原件涉及保密级别，只给了关键段落。程总，那封邮件是太破普主动发给公司的，要求在下一阶段合作中继续由我担任翻译。这不是我联系美方，是美方指明要我。太破普要你？对，原件里的措辞是希望在下一阶段的合中继续与沈宇氏合作。如果我真的泄露了公司机密，美方为什么还要公开指明要我？程总，您想一下时间线，唐建明在谈判进行中裁掉了唯一的翻译，换上一个经验不足的人，导致谈判暂停。美方对此不满，发邮件要求原翻译回归。唐建明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决策失误，把这封邮件定性为我私通客户的证据。从始至终，唯一受益的人是唐建明。程总，有件紧急的事需要跟您汇报。沈雨桐，你怎么在这里？他约了时间来谈离职事宜，你有什么紧急的事儿？泰拓普那边刚发了确认函，哈维们的代表团下周2到，他们重新提了一版合作条件，比之前的条件高了不少，涉及到几个关键条款的重新翻译和解读。郑雅看过了，有一些地方他不太确定。不确定？只是个别条款的表述方式比较特殊，需要更多时间研究。程总，郑雅能搞定，我会安排部门全力配合。你之前也说能搞定，你搞定了吗？程总，竞业协议的事儿今天时间不够了，改天再谈。另外，下周2泰拓普代表团来的事儿，我有些想法，但目前我的身份不适合。什么想法？程总，这个要看唐经理同不同意了。程总，您听我解释，郑雅那边我已经安排了外援。沈雨桐，你的档案调取申请被驳回了，理由是申请人身份与系统权限不匹配。谁签的驳回？程总，唐经理跟程总汇报后，程总批的。什么时候批的？刚才你离开之后。5分钟，我用2个小时的等待，一整段逻辑清晰的自辩，没能敌过唐建明5分钟的私下汇报。程博根本不在乎真相。他在乎的只是谁能让他不必负责任。彤彤，唐建明昨天熬到半夜，领着郑雅改非翻译稿，改了4个版本。我看到郑雅今天上班的时候眼睛是肿，绝对苦。程博今天穿了那件只有见大客户才穿的藏空色西装，领带是他太太帮他挑的，你懂的。他一紧张就系不好，今天那个结打得歪歪扭扭的。泰破普代表团9点半到，唐建明已经在会议室坐了半小时了，郑雅就坐在他旁边，2个人都没怎么说话，气氛压抑的要死。喂，沈小姐，可以过来了，10分钟内到17楼，迟了机会就没了。沈雨桐，你的访客卡已经注销了，不能进去。不需要访客卡。你上去吧。Miss Shen, it's a pleasure to finally meet you. 哈维森先生，沈雨桐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他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汤先生，我知道，但是我需要确认一件事。进去，就是现在。We received your company's cooperation proposal last month. The proposal is very well written, with a very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our company's business scenarios and industry position. My team and I have reviewed this proposal, and we unanimously agree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partnership proposals we have receive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author of the proposal is Ms. Zheng Ya.
but the proposal includes a quote from a speech I gave at the 2022 Industry Summit. That speech was never published. The only person who could have taken notes that day was the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Ms. Zheng, were you present at the summit in 2022? 哈维森先生，方案是由团队合作完成的，具体分工不影响方案的质量。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到正题？ Ms. Shen, did you write this proposal? 你已经被开除了，谁让你进来的？马上出去！ Please let this lady stay. 是。程总，我有一个要求，在今天的谈判中，我希望由沈小姐担任翻译。程总，这绝对不合适。沈雨桐有严重的泄密嫌疑，公司目前正在对他进行内部调查。让一个涉嫌泄密的人接触今天的核心谈判内容，风险太大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唐经理，这是我们泰珀福法务部门对贵公司发来的那封泄密指控说明的正式回应。结论是，贵公司所指控的泄密内容全部源自我方主动向沈小姐发出的合作邀请。换句话说，根本不存在泄密，存在的是你方对自身员工的不实指控。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沈雨桐，你先坐下来。唐经理，我给你一个机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撤回裁员决定，把那份方案的署名还给我。如果贵公司无法妥善解决内部问题，我方将重新评估合作方的资质。这是哈维森先生的原话。程总，我在会议室外面等您的答复。沈雨桐，程总让你进去。沈雨桐，裁员决定撤回，你的劳动关系即日恢复。方案署名呢？方案署名已经更正，从现在开始，署名归你。那今天的谈判由你担任翻译。沈小姐，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从第3条开始吧。前2条是格式条款，不需要逐句翻译。Regarding subclause 2 of clause 3, we can offer a price adjustment margin, provided the delivery is completed before the deadline in clause 5. 他说的是第3项条款中的第2子条款，美方同意给予价格调整空间，但前提是中方必须在第5项条款规定的时间节点前完成交付，两者是绑定的，不是单方面让步。哈维森先生，沈小姐的翻译是否准确？完全准确。关于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归属，我们需要明确3点：第一，底层代码的野生开发权；第二，区域化运营产生了数据所有权；第三，如果发生并购，授权协议的延性延续条件；定位要料手风格，授权协议的排贴性延续条件。程总，对方的意思对应到我们现有的管理架构上是这样的：第一，研发部后续在他们代码上做的新功能，专利算我们的；第二，市场部在国内收集的用户数据完全归东盛所有；第三，法务部需要注意，如果未来东盛被收购，这个技术授权不会自动作废。明白了，告诉他们这3点我们完全同意，可以直接落实在合同里。大家休息10分钟。中方必须在交付时间上做出相应的压缩。压缩交付时间，这风险太大了。Mr. Harrison,Could you please advise whether the time compression period shall be calculated from the signing date o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Good question.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程总，如果是以框架协议生效日为起算点，
那么中方的实际准备时间会比字面上多出大约3个星期。程总，这个条件可以接。好，我们接受。沈小姐，你今天的工作非常专业，我会在合作备忘录的指定翻译栏里写上你的名字。谢谢您的认可，哈维森先生。你知不知道你昨天走了之后，唐建明是什么反应？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干坐了半个小时，然后下楼去了一趟停车场，在车里又待了半个小时，回来之后脸色发灰，跟谁都没说话。郑雅跟他打招呼，他理都没理。郑雅呢？郑雅昨天下午就请假了，今天也没来。彤彤，我有一件事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唐建明那天打给行业前辈的电话，我后来托人查了一下，他总共打了6个人，其中有4个人在接到电话之后都在同一个行业微信群里提到了你的名字。原话是沈雨桐出了点状况，暂时不要介绍活给他。哪4个人？张总、李斯、王主任、老赵。有意思，怎么了？这4个人里面有2个是我帮过忙的。王主任女儿去年的留学推荐信是我熬夜写的。老赵上次公司的外宾接待找不到人，是我连夜帮他顶的班。狗东西，人之常情。他不止造了你的谣，他还告诉程博你在外面接了竞品的活。唐建明代表的是一家公司，我代表的只是一个人。公司的分量比人重，那些前辈的选择没有问题，只是让我看清楚了一些东西。看清楚什么？看清楚，在这个行业里，技术和能力能保住你的饭碗，但保不住你的位子。能保住位子的是让别人离不开你的那个东西。你是说，像昨天在会议室里那样，你用同传实力把他们镇住了？昨天我做的事情不是让他们离不开我，昨天我做的事情只是让他们看到了离开我的代价。这2件事不一样。你的意思是，昨天只是开始？昨天只是第一步。唐建明的裁员决定是被外力推翻的，不是被公司内部周正的。程博撤回裁员不是因为他觉得错了，是因为哈维森逼着他做的。等哈维森走了，泰索普的谈判告一段落了，唐建明还会是那个唐建明。那你打算怎么办？就这么等着他下一次动手？复利，又是复利。他在交流会上告诉我时间脆的问题，在面馆里给了我董事会秘书处邮箱，在昨天的谈判中不声不响出现在最后一排。现在他又把会议录像备份到了一个唐建明够不到的地方，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怎么了？谁发的？没什么，多了一份保险。唐建明还没完，他今天下午去见了董事长。沈雨桐，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你被裁员那天的通知不是正常流程。什么意思？正常流程是部门经理提交申请，人事审批，法务审核，最后通知，至少3到5天，4个小时。唐建明上午10点提交申请，下午2点我就收到审批通过，让我直接给你发终止函，中间省掉了法务审核那一步。谁批的？系统显示的是程总，但是通常这种涉及竞业条款的裁员，程总不会只看一眼就批，他会先让法务核一遍，这次没有。你是说程博可能没有仔细看就批了？我不确定，但我知道那天上午唐建明和程总单独谈了20分钟，谈完之后这个申请就进了系统。沈雨桐，我当时只是按流程执行，但现在想想那个流程本身就有问题，我应该多问一句的。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昨天在会议室里，哈维森的助理放在桌上的那几页纸我看到了，美方法务写得很清楚，泄密指控不成立，唐建明编了一个不存在的罪名。如果泄密是假的，那裁员的理由是不是也是假的？你觉得呢？这不是问题，是答案。这20分钟里他对程博说了什么，让程博愿意跳过正常流程？这个问题我暂时回答不了，但我知道谁能回答。那20分钟里，唐建明给程博看了一份文件，我没看清。彤彤，唐建明去了20楼。20楼，东盛创投的董事长办公室。对，绕过了陈博。我在电梯口看到他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很厚。你看到文件夹里是什么了吗？没看清内容，但我看到封面上写了几个字，写的是关于翻译部外聘人员利益冲突调查报告。外聘人员利益冲突，他在告我的状。喂，我是沈雨桐。沈小姐，董事长通知，明天上午10点，请您到30楼会议室说明情况。这份报告里详细记录了沈宇半年私下接单的流水，
他利用东盛的客户资源和内部翻译库为自己揽活，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利益冲突。我的劳动合同里没有任何赔杀条款，我做的所有独立翻译咨询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合规业务。董事长，泰拓普的项目现在是重中之重，我们不能让一个有严重职业操守问题的人继续担任这么核心的顾问职位。我建议立刻启动内部调查，调查清楚之前，沈宇通，你的顾问职能先暂停，回去等通知吧。上面怎么说？什么利益冲突？他凭什么听你的职？我做过独立的翻译咨询，接过外面的活，这在公司不算违规，因为我的合同里没有抬低条款。但如果他把这件事儿包装成利用公司资源为自己揽活，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他有证据吗？法务那边能认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证据不重要，他有包装的能力，就像上次泄密指控一样，他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一个让董事长觉得值得调查的说法。靠！这个人怎么阴魂不散？因为我的存在就是他犯错的证据。只要我还在公司，谁都能看到泰伯伯的合作方案是我做的，翻译团队是被他搞垮的，裁员决定差点毁了公司最大的项目。只要我在，这件事就不会消失，所以他必须让你消失。对，上一次他用裁员失败了，这一次他用利益冲突。那你怎么办？就这么干等着被调查？等什么啊？等复利。我们去面馆，我有话说。猜到你会来找我。唐建明今天去了20楼。我知道，文件已经到董事长桌上了。利益冲突调查。他的说法是你在职期间对外承揽业务，客户和公司存在重叠。这是事实吗？部分是事实，但你的客户和公司没有重叠，这一点我查过。沈小姐，我告诉过你，我在这家公司待了11年，我查过很多事。唐建明的这份报告写的比上次的泄密指控用心多了，数据有整理，时间线有排列，结论看起来言之成理。如果不做深入核实，董事长很可能会采信。董事长是什么人？老派商人，谨慎多疑，不喜欢麻烦。他不管谁对谁错，他只管公司能不能继续平稳运转。如果唐建明的报告让他觉得你是一个隐患，他会选择让隐患消失。那我就是隐患。在他的视角里，是的，一个刚被裁又被抢一手申诉冲突翻译冲突，不管真假，光是这些标签就够。副总，你到现在帮了我3次，你说你不是在帮我，是在帮公司。他不是在保护郑雅，他是在保护一个还没浮出水面的人。但唐建明也是公司的人，你帮我跟帮公司有什么关系？唐建明在你的事情上做的手脚，不是他第一次做手脚。他在另外一件事上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那一次的受害者没有你这么硬，那个人安安静静走了，什么都没揭开。什么事？现在不能说，但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不是唯一的目标。唐建明做这些事不是因为他讨厌你个人，是因为你挡了他的路。什么路？泰拓普这个项目，如果谈成了，后续的业务落地会产生一大笔运营利润，这笔利润的分配方案，唐建明已经在准备了。他的方案里，翻译团队不在分配名单上，他不需要你。副总，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问。董事长会见我吗？董事长明天下午有一个内部会议，会上会讨论唐建明提交的报告，你不在邀请名单上。我需要在那个会上。我没有权利加人，但我可以告诉你，会议是在20楼第1会议室，下午3点开始，程博和唐建明都会在场。沈小姐，你手里有一张牌还没有打，你自己知道是什么，你只有一次机会，说错一句话他就会关上门。他说的那张牌，我知道是什么，但那张牌一旦打出去，就回不来了。你怎么在这里？等开会，你不在名单上，我知道。沈雨桐，你真的不在名单上，麻烦你转告董事长，有人有补充材料要当面提交。你确定？确定。董事长说让你进去。你是沈雨桐？是。你有什么材料要提交？董事长，您刚才看到的那份利益冲突报告里面的每一条指控，我可以逐条回应，但在那之前，
我想先提交另一份东西。这是我在职期间所有对外翻译业务的客户清单，一共17家。这17家客户和东瀛线堵业务线零重叠，因为不存在。沈雨桐，你在职期间利用公司的品牌和资源去发展个人客户，这就是利益冲突，不需要具体重叠。唐经理，你说的品牌和资源具体是什么？你在谈判中使用公司的名义建立了个人的行业人脉。如果人脉属于公司资产，那你打了6通电话去毁我的行业声誉，是不是在损毁公司资产？沈雨桐，你继续。第二件事，唐经理的报告里提到，这一点我承认有疏忽，但我查过公司支部、翻译部长动文调录没脱条款，也没有要求外聘收入必须向部门经理申报。唐经理做的事情是用不存在的规定来定义我的违规。董事长，他在狡辩，这不是规定的问题，是职业操守的问题。职业操守？唐经理，我花14天准备的谈判方案，你让郑雅改了署名，你在谈判进行中裁掉了唯一的翻译，差点让泰托普的合作毁在你手上，你伪造泄密指控，在行业里败坏我的名声，你要跟我谈职业操守？你拿什么证明方案署名是我改的？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董事长，唐经理问的这些问题，有一个人可以全部回答。谁？郑雅。郑雅已经请假3天了。是的，她请假了，但她没有失联。沈雨桐，你马上出去，这里是高层会议，不是你胡闹的地方。我还有一段录音没放完。不是偷录的，是郑雅自己发给我的。今天中午12点17分，郑雅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语音消息。沈雨桐，我知道你可能不想听我说话，但有些事我不说出来，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唐经理让我把你的方案封面改成我的名字的时候，告诉我说这是部门内部的正常流程，说早期调研工作归团队所有，个人不能署名。我当时信了，后来我看到那份方案的内容，我知道那不是我能写出来的东西，但我怕说了他会把我也赶走。谈判那天，美方问你为什么走了，唐经理教我说你是自己辞职的，我撒了谎。唐经理让我翻译了一份文件，是和泰拓普竞争对手的合作意向书，他让我翻完就删，我没有删。唐建明，你有什么要说的？董事长，沈雨桐的录音来源不明，郑雅是否自愿发送无法核实，这不能作为有证据的效力不是这间会议市委和法院会决定的。我今天带来的不是证据，是事实。郑雅愿意当面对质，任何时候。今天的会到这里，唐建明的利益冲突报告暂不审批，沈雨桐提交的材料转交法务审核。另外，唐建明，你的泰拓普项目参与权限即日暂停，项目后续由程博直接对接。在内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你不要再碰这个项目。董事长，你可以走了。沈雨桐，那份合作意向书你能帮我找到吗？不需要找，郑雅保留了翻译底稿，文件在她手里。让她把文件交上来，越快越好。录音是真的，这份文件也是真的。郑雅，你知不知道伪造公司文件是什么罪名？甲方是宏图科技，乙方是你，唐建明。你，唐建明将担任宏图科技的项目总监。一派胡言，这根本就是你们联手陷害我。陷害？这份意向书的落款日期比太婆婆谈判项目启动早了整整4个月。你根本不是在帮公司谈这笔合作，你是在给自己铺退路。你甚至需要这笔合作谈杯。裁掉我是为了削弱谈判实力，改方案署名是为了抹掉我的贡献痕迹，指控我泄密是为了防止美方的指明要求暴露你的决策失误。至于今天这份利益冲突报告，不过是你看到翻盘势头出现后做的最后反扑。你的所有行为全串成了一条线。他喵的，这是一只从头到尾都在往外搬粮食的硕鼠。不只是搬粮食，他还想把粮仓烧了。9点进去的，待了20分钟，电脑搬走了，听说邮箱权限也冻结了。人事部全员通知，翻译部经理唐建明因严重违反公司保密规定和利益冲突管理制度，即日起期间，全部职权由副总经理程博暂代。上次他发全员通告搞你，这次通告对象换成他自己了，300多号人全看着呢。彤彤，你赢了吗？还没有。唐建明都停职了，还差什么？差一个完整的交代，连郑雅的处境也没有定论。郑雅，你还管他？他是这件事里唯一站出来说了真话的人。不管他之前做了什么，最后一步是他自己选的。沈雨桐，你有时候真的挺吓人的。哪里吓人？你被人踩到泥里的时候，你在想怎么翻身，翻身之后你还在想怎么把地面修好。大部分人翻了身就急着去踩别人了，你不，你在修路。
沈小姐，哈维森先生想邀请你参加下个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区战略合作年度会议，具体安排请见附件。我们期待在会上与你再次合作。坐。唐建明的调查报告出来了，你看一下。董事长，我想先问您一件事。你问。唐建明在裁我之前，跟程博密谈了20分钟。第一条，与竞争对手宏图科技存在未申报的私人利益关系；第二条，违规跳过法务审核裁员；第三条，伪造泄密指控；第四条，侵犯署名权。唐建明怎么处理？解除劳动合同，追究经济责任，具体数额法务正在核算。郑雅呢？郑雅被唐建明利用了，但他在署名和翻译交接过程中有配合行为，按照公司规定，应该给予书面警告。你有别的看法？他后来主动提交了唐建明让他翻译的那份竞争对手文件，没有他的配合，进不了现在这一步。你的意思是，给他一个机会，书面警告可以留，但让他继续留在翻译部。他的基本功不差，欠的只是经验，经验是可以补的。你倒是大度。不是大度，是他还有用。沈雨桐，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翻译部经理的位子现在空了，你有没有兴趣？那20分钟里对程说了什么，让程博在4个小时内批准了一个跳过法务审核的裁员事？这件事程博已经跟我说了，Typop方面对我的翻译风格有投诉，认为我在翻译中加了太多主观判断，影响了美方对合作条款的准确理解。程博没有核实就批了。程博知道这是假的吗？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跟当时应该知道是2回事。沈雨桐，程博确实有管理失职的责任，他接下来会主动承担Type项目前期推进不力的责任，向董事会书面检讨。你还有什么需要他做的？我需要他做一件事。说。唐建明打了6通电话给行业圈内的前辈，散布我泄密和优纠纷的消息。这些电话不能我自己去一个一个打回去澄清，需要有公司层面的人出面，告知这些前辈真实程薄去做最合适。为什么是程博？因为唐建明打电话的时候是以公司的名义，公司做的事儿公司来收尾，程博是副总，分量够。你真的只做翻译？您什么意思？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像是一个翻译该有的，你的思路比我手下很多管理层清楚。董事长，翻译部经理的位子我先不答复您，等Typop项目做完我再想。行，沈雨婷，傅丽跟我说过你。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人不是来打工的，这个人是来做事的。他在这家公司11年，这个评价只给过1次。那里已经很久没有戴过同传耳机了，但那个位置从来没有空过。沈雨桐，董事长跟我说了，那6通电话我会亲自打。谢谢陈总。另外，公司会出一份正式的声明，澄清之前关于你的不实传言，我会亲自起草。好。我欠你一个道歉，不只是一份声明。关于亚太区的管理架构和退出旗帜，我们的底层逻辑是基于风险共担原则，这涉及到3个层级的嵌套条件。陈总，第2个板块退出条件有弹性空间，可以谈。哈维森先生，关于退出机制，中方认为在特定市场变动下，我们需要更灵活的条款。沈小姐，你刚才跟程先生说的那个判断和我们内部对这个条款的评估结论一致。沈雨桐，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个条款有弹性空间？哈维森法务用的那个表述方式，在正式的商务文本里意味着开放讨论。如果他们不打算让步，会用另一字词。你是从用词判断出来的？对，同传做久了，会对这些夏微的表达差别非常敏感，这是吃过很多次亏之后练出来的本事。沈雨桐，我之前对你有偏见，我承认。程总，偏见不重要，结果重要。前3年的利润分配，美方必须占6%，这是底线。中方承担了大量的落地工作，55分是我们的底线。程总，美方的6-4分配不是按照做等有算的，他们的分配基数是扣除运营支出后的净余额。如果运营支出由中方承担的比例高于美方，实际分到的数字和55差距不大。你确定？确定。他们法务在上午的故造说明里埋了这个前提条件，按他们的算法导推，中方实际到手的比例在47%到50%之间，跟55只差3个点。你的意思是接受6-4，在运营支出上做文章？不需要做文章，只需要把运营支出的明细列清楚。他们自己的方案里已经给了中方有利的空间，他们在等我们发现这一点，然后提出来。你去说。哈维森先生，中方可以接受6-4分配比，但同时这3项科目在贵方上午的估价说明里是有依据的。可以。
沈小姐，你不只是一个翻译，你是一座桥。哈瑞森先生，桥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有人需要过河，桥才有意义。彤彤，你看到了吗？这帮人，上次你被裁的时候，一个个当缩头乌龟，现在倒好，一个比一个点得快。正常，你不生气，有什么好气的？他们做的事情和你做的事情有一个本质区别，什么区别？你在我处境不好时就站在我这边，他们是等到安全才站过来，这两种行为的成本完全不一样。你的成本比他们所有人都高，所以你对我，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跟写通知似的，硬邦邦的。但我还挺爱听，你爱听就好。走，请你吃北门那家手工水饺，吃，我要大份的。唐建明停职那天，郑雅在工位上坐了一整天，没跟任何人说话。下班的时候自己走的，没人接他，也没人叫他一起走。回家找过他吗？找过一次，问他以后想怎么走。郑雅就说了一句我不知道，然后就再没开口了。他现在来得很早，走得很晚，做的都是最安排他自己去做的。他找过你吗？没有，他谁都没找过，就自己低着头干活。明天让他来找我。你要跟他说什么？该说的话。你看，那个在大堂里躲着不看你的周子欧也点赞了。沈姐，你找我，坐。唐建明的事情怎么处理的？你知道了，你的处分结果你也应该收到了。收到了，书面警告。你觉得公平吗？公平，应该的。我帮你说了话，但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做的事情没问题。你帮唐建明改了我的署名，替他在美方面前撒了谎，这些事儿你确实做了。我知道，但你后来把那份文件交了出来，那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你交出那份文件的时候，是在跟你的前上级正面做切割更，代价很大，你做了。所以我希望你留在翻译部继续干，不是因为你现在够格了，是因为你有可能够格。现在不行，以后看你自己。沈姐，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问。你一开始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吗？你在会议上宣布被裁员的时候，就知道后面的每一步吗？不知道。那你为什么那么做？因为不那么做的话，唐建明的所有手脚就永远不会曝光。一个翻译安安静静离开了，没人会问为什么。但一个翻译在谈判桌上当着客户的面说出来了，所有人就不得不面对这件事。你不怕吗？怕得要死。那你为什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怕过？因为怕的时候该做什么我很清楚，怕不会让我停下来，怕只会让我的每一步都走得更仔细。小苏，那天的电话是我应对不当唐建明那个人。钟老师，事情过了就过了，以后有活动需要我的地方随时联系。好，说实话，你的处理方式我佩服，换做我在你的位子上，可能做不了你做到的这些。沈雨桐，你现在的市场价值跟2个月前不一样了。泰硕普的签约消息圈子里已经传开了，好几个朋友问我你还接不接外面的活？暂时不接，我还在东盛冲头。你确定？以你现在的条件，出来单干或者跳到一线平台，待遇能翻2倍？我知道，但我刚把一件事做完，还有些收尾没有结。我这个人做事喜欢做干净。行，你想动的时候跟我说一声。你平时看着就是一个正常上班的打工人，但照片里那个你，像是一个在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的时候，全世界都不重要的那种人。因为那一刻确实是这样，没有唐建明，没有竞业协定，只有精准的词和精准的意思，那是我最安全的地方。你看到哈瑞森那边的邀请了？看了。你打算怎么选？副总，你在这家公司待了11年，你为什么不走？因为这家公司值得被修好，只是之前缺一个人。申小姐，欢迎你。谢谢哈维森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Her accent is better than yours. 会议要开始了，我们进去吧。在跨语言的商务合作中，翻译不只是工具，是信任的建造者。信任建在准确的理解之上，准确的理解需要专业的人。我们很幸运，在关键的时刻拥有了对的人。说的怎么样？不像你平时的风格，你平时话没这么多。有些话该说的时候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因翻译导致的理解偏差？建立双语审核机制，关键条款做背靠背比对，培养复合性人才，
让翻译人员理解业务逻辑，而不仅仅是语言。我说一个真实的例子，上个月我们和泰颂普谈合作条款，美方法务用了一个表述，字面意思和商务语境里的实际含义差距很大。按字面翻译，中方会以为美方做了让步，但实际上美方的意思是有条件的开放讨论，不是让步。我的建议是，不要把翻译当成一个转换器，把翻译当成一个桥梁。桥梁不只是连接两个语言，是连接两种理解方式。这个世界上最容易造成误解的不是语言不同，是双方以为自己理解了对方，但其实没有。沈小姐，我很少在公开场合说这种话，但你在那次谈判中的表现是我见过的最专业的同声传译服务，不是之一。过奖了。不是过奖，哈维森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判断，我是自己确认之后才认同的。沈小姐，哈维森先生请你明天上午有空的话，到酒店行政酒厅喝杯咖啡，他有一个想法想跟你聊。什么想法？他希望你考虑一个长期的合作方案，不是翻译，是作为泰珀普亚洲区的外部战略沟通顾问。你把这个安排告诉东盛冲头了吗？傅立先生已经知道了，他说让你自己决定。窗外的灯光依然很密，但现在我觉得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具体的人。有的人在加班翻文件，有的人在谈判桌上咬着牙找一个精准的词，有的人刚被人抢了功劳，正坐在工位上发呆，有的人正在学着站起来。依然空着，但空着的地方已经不再是一个缺口了，它是一个提醒，提醒我最擅长的事情从来不是戴着耳机站在别人身后翻译别人的话，而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找到那条只有我能看到的路，然后把路修出来，让所有需要过河的人都能走。明天上午的咖啡，我决定去喝，不是因为那个头衔，是因为这条路可以再长一点。查过了 ，APIC 是真的，不是什么野鸡机构。而且级别高的吓人，专门处理跨国巨头之间的烂账。哈维森推荐的，那个老狐狸，他推荐你去仲裁中心干嘛？你不是刚接了泰拓普的顾问吗？不知道，但这种级别的机构不会随便发邀请函。那你去不去？去，既然发了，总得看看是什么局。沈小姐，久仰，我是 APEC 中国区负责人林朝阳。林总您好。时间紧迫，我就直说了，我们手里有一个跨境并购仲裁案，标的额35亿美金。35亿，这种理量的案子通常有固定的翻译团队。没错，但这次情况特殊，涉及极高的商业机密和政治敏感度，我们需要一个不仅技术顶尖，而且绝对干净、没有利益牵扯的同传。哈维森极力推荐你，说你在泰多普案子里的表现证明了你的专业和底线。全程封闭，一旦接下，直到仲裁结束，你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林总，这份保密协议的级别比我见过的任何商业谈判都要高，这不仅仅是语言活吧？沈小姐是个聪明人，在这个案子里，语言就是武器，任何一个词的误译都可能导致几亿美金的损失。嘉恒资本？怎么，沈小姐对这个名字有印象？没什么，只是觉得眼熟。嘉恒资本，程博的前东家，14天封闭金融并购专项，这条件太精确了，简直像照着我的履历写的。林总，这么晚打扰，关于 APEC 的委托，我想确认一下遴选标准，为什么是我？小姐能力在泰普项目上有目共睹，哈维森先生的推荐很有。只是因为推荐，关联方名录里有嘉恒资本，这起跨境仲裁案的最终受益人是谁？沈小姐，您还没签保密协议，这些细节我无法透露，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极高规格的案子，您还有不到24小时考虑，希望您尽快确认。李敏，帮我个忙。怎么了？大半夜的，帮我走行业渠道查一下。APX 近期是不是真有一起涉及嘉恒资本的跨境并购仲裁案？嘉恒资本，那不是程博的老东家吗？你接了什么活？还没接，但我总觉得这水比我想象的深。行，我马上找人问，你等我消息。查到了，机构是真的，案子也是真的，确实有一场涉及嘉恒资本的跨境仲裁，标的额大得吓人。委托方是谁？查不到。我托了几个在仲裁圈混得开的朋友，都说这案子捂得极严，委托方的最终受益人被层层串切的离岸公司挡住了，根本看不清源头。越查不到，越说明有人在刻意隐瞒。雨桐，这活听着就不对劲，万一是个坑呢？如果推掉，我可能就错过了职业生涯里最高规格的实战机会。我知道，但我更想知道是谁非要拉我上桌。
我心里有数。沈小姐，时间快到了，您的决定是？签下去，风险全由我自己扛，但不签，我永远只能是个被动接招的人。我签了，什么时候进场？明天上午9点，预备会，欢迎加入，沈顾问。副总，你怎么在这儿？来确认一件事。什么事？确认你是不是真的签了那份协议。你早就知道 APFSI 会找我。这场仲裁远不止一桩生意那么简单，你刚踩进了一个局。关于标的公司的重组方案，我方认为，在触发 Golden Parachute 的是先决条件上存在 Constructive Dismissal 的模糊地带，特别是涉及 Earn Out 条款的对赌回购，结合 Reverse Triangular Merger 的架构，特别在完上反向三角的并购之下。沈顾问，刚才我提到的 Drop Down 结构，结合开骂法力下的 Spring Leak， 你打算怎么翻？基于目前的上下文 ，Drop Down 通常译为资产下沉。而 Spring Line 则是附条件生效的留置权。通用表述，沈顾问，在这个案子里，它涉及的是核心的破产隔离机制，你漏掉了税务穿透的根本属性。魏律师，预备会只是核对其基本事实，没必要在翻译细节上咬文嚼词。林总，仲裁庭上的每一个词都涉及上亿的资金归属，翻译不准导致法官误判，这个责任你们东盛担得起吗？魏律师，没有完整补充合议做参考，脱离语情的精确翻译都是臆测。保守，在我的谈判桌上，保守就等于无能。那个词是陷阱。他故意把金融术语和离岸法律概念揉在一起，根本没打算让我翻出来。魏卓是业内出了名的绞肉机，他今天这出摆明了是想在气势上先压垮我们。你刚才的应对已经算稳妥了。不，我退让了。在仲裁庭上，翻译一旦表现出迟疑，法官对我们这方证据的信任度就会大打折扣。他做到了。不用复盘了，你今天就算翻出一朵花来，他也会挑出别的刺。你什么意思？他不是在考你的专业能力，他是在对你进行授予围猎，这是他惯用的心理战，目的是彻底摧毁翻译的自信，让整个团队的沟通中枢瘫痪。他以为用几个冷僻词就能把我逼退。魏卓用这招已经让3个顾问出局了。彤彤，这么晚还没睡，魏铎那个老狐狸又给你下套了。敏敏，你现在方便说话吗？我发现了一点东西。你说，我听着呢。我刚才复盘仲裁材料，对比了2份不同日期的并购备忘录，上面的关键签名肉眼看一模一样，但笔记的顿挫和断裂点有细微差异。我怀疑其中一份关键文件被人替换过。替换仲裁材料，这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打算怎么办？直接举报？不行，我签了最高级别的保密协议，现在任何直接的外查动作都会被对方反咬一口，说我泄露商业机密，我不能自己出面。懂了，你需要我做什么？我把这2份签名截取下来，去掉了所有敏感信息和公司抬头，只留笔记，我发给你。你明天能不能借你认识的行业鉴定渠道，悄悄找人核实一下？包在我身上。我有个大学同学就在司法文书鉴定中心，明天一早我就去堵他。千万小心，别声张。彤彤，你猜的没错，结果出来了。我同学用仪器扫了一下，初步反馈是这2份签名虽然模仿的极度逼真，但下笔的力度和墨水渗透率完全不同。这绝对不是同一时间签的，甚至极有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人签的。有人在仲裁材料上动了手脚，而且是核心证据。这场仲裁的赌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这帮人胆子也太肥了。我同学说要出正式报告得走送缴流程。好，你先把初步结论截图发我，明天一早我们正式送缴。只要拿到铁证，魏卓的术语围猎就不攻自破。明白，明天见，拜。彤彤，出事了！我在家，有人跟踪我，就在我家门外。我把照片转给你了，我们查签名的动作被他们盯死了。查这个号码，他们动到李敏头上了。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缩头乌龟只敢躲在暗处拍照片。虚拟号码3次海外服务器调转，但拍摄设备留下了物理轨迹。查到了，这辆车登记在一家诉讼基金名下盛和资本。盛和资本，这次并购仲裁的隐性利益方之一。盛和资本只是个摆在明面上的车，我们往上穿透3层股权。这是程博的前东家。程博的前东家，那不就是之前在聘书名录里跟唐建明暗通鬼去的那家公司吗？难怪当初那份名录里会有那个刺眼的名字。新局和旧线原来早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被拉进个仲裁局根本不是什么巧合，是有人故意设套，想借你的手去动某些人蛋糕。魏卓在明面上就在树里发威胁，他们怕我查出备忘录签名的真相，因为那会直接掀翻他们借壳活力的底牌。不对劲，怎么了？这是盛和资本实际控制人的私人手机号，而这份是我之前备份的唐建开除前1个月的通话记录。这个号码在唐建明的记录里出现了整整14次，最后一次通话就在唐建明被赶出公司的那天下午。唐建明，他根本没有退场。连熬了2个通宵，魏铎的术语库拆解的怎么样了？他惯用的冷僻词汇和多义词陷阱，我已经全部做了双语精准预案。他想用语言媚信制造信息差，这次我不会再给他机会。盛和资本和唐建明的关联已经坐实，魏铎今天肯定会变本加厉。那就让他放马过来。关于贵方提到的风险机制，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显然缺乏足够的弹性空间。魏律师，您刚才使用的弹性空间一词，在金融市场环境下，既可以指代保证浮动比例，也可以指代违约宽米期。这2种含义在法律责任的界定上完全冲突。请问发言方，您具体指的是哪一种？魏律师，请明确您的表述。我指的是保证浮动比例。好的，已记录，请继续。申顾问，今天的准备很充分。魏律师的术语库也很丰富，只是用错了地方。你比我想象的难对付。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魏铎没在庭上占到便宜，接下来只会咬得更紧。他设的语言陷阱已经被我拆了，但这不是重点。这是李敏遇险后，我们从那条匿名短信溯源查到的。唐建明名下的一个隐秘月美和盛和资本的内部专线有高频通话记录，我把数据整理出来了。你权限高，顺着这条线往下挖，看看他们到底在盘算什么。你怀疑唐建明现在还在替盛和资本做事？不是现在，我怀疑他们之间的线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回办公室，这组数据刚好能补上我手里缺的那块拼图。你觉得一个急于跳槽的部门经理有必要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在最高级别的谈判桌上当场掀桌子吗？我一直以为他是为了向竞品公司交投名霜，才故意窃取我的方案，换上郑雅去搞砸一切。看看这个时间点，上面这条是唐建明在泰珀普第1轮现场突然发难，强行裁掉你的日期。下面这条是盛和资本的动作。同一天，盛和资本向泰洛普的竞争手发起了一笔隐秘的溢价竞购。不仅是同一天，精确到小时，盛和资本的资金入场时间就在唐建明换下你，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2个小时后。再看你给的线索，唐建明在谈判前后的3天内和盛和资本实控人的这个号码通话高达17次。所以他当年根本不是单纯为了跳槽泄愤。跳槽只是掩护，他是受盛和资本指使，故意要搅黄泰措普那场谈判。只有泰措普的谈判包裂，盛和资本的竞购才能以最低成本拿下目标。我以为他裁掉我，窃取我的心血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位置，原来我连绊脚石都算不上。我被毁掉的8年职业伤，我背上的泄密黑锅，都只是资本牌上为了随手扫掉的一颗弃子。没错，唐建明当初破坏谈判，就是为了给盛和资本的竞购扫清障碍。旧仇新局，既然他们自己把线连起来了，我们这一周把所有的旧账一次算清。林主任，您找我。下午的听证会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魏铎那边可能会在程序上做文章。于彤，下午的听证会你可能暂时不能参加了。为什么？程序上有什么变动吗？仲裁庭刚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谁？举报你。举报我什么？指控你在泰托普任职期间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涉及职业操守问题。林主任，这种毫无根据的匿名举报，仲裁庭也会受理吗？按规定，涉及仲裁顾问职业操守的举报，程序上必须启动核查。在核查结果出来之前，你的顾问资格只能暂时封结。我能看看举报信的内容吗？按程序，在核查阶段，我不能向你出示原件。那至少告诉我，他们具体指控我什么违规？信里提到你在泰托普核心谈判期间私自接触竞争对手，并试图泄露商业机密。私自接触竞对手，泄露商业机密。对，措辞非常严厉。雨桐，你仔细想想，在泰普期间有没有留下什么把柄？
竞争时私自接触商对手，泄露商业机密，这套说辞，这个逻辑，唐建明。用词、逻辑、罗织的路数，几乎一字不差。同一套话术，原样翻拍，动手的还是那批人，旧剧本又上演了。雨桐，程序就是程序，在匿名举报的核查截止出来之前，我不得不暂停你的顾问资格。我理解，也接受程序，但我作为当事人，有权查看指控的完整资料。按规定可以给你看，但你现在不能带走原件。你在找什么？找一个老熟人。林主任，你看这里，这封举报信的第3段和1年前唐建明指控我泄密的原始报告结构完全一样。第一，编造的时间点，举报信说我上周3下午私下接触泰破高层，而唐建明当年诬陷我泄密用的也是周3下午脱离团队视线。第二，引进的证据结构，2份材料都是匿名邮件加上模糊的走廊监控截图，连截图的排版位置都没变。第三，也是最可笑的一点，你看这句话，存在涉嫌违规操作之嫌。同一套模板，把标的从东盛换成泰头普，重新套用了一遍，连造假的模板都不换，直接拿来用。他们以为用仲裁委的程序就能压死我，却忘了这套说辞我早就拆解过无数遍。对手会重复使用1年前的旧招式，恰恰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被逼到墙角了。既然他们敢把旧剧本再演一遍，我就顺着这条翻版指控，反向把幕后跑制者揪出来。这盘旧账，是时候彻底翻个底要底了。这是同一套打法，说明对手慌了。林主任，举报信里写得很清楚，沈雨桐在东盛创投期间存在严重违规泄密行为，按照 APX 的章程，在调查清楚之前，必须立刻暂停他的战略顾问资格。用一份没有署名的废纸就想停掉我的资格，无风不起浪。当年东盛创投确实对你下达过裁员和泄密指控，这是抹不掉的履历污点。如果这个污点从一开始就是别人泼的脏水呢？林主任，这是泰托普亚头区法务部今早刚传真过来的正式文件。这是泰珀普出具的撤销指控声明，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当年对沈雨桐女士的密指控纯属子虚乌有，美方法务已经盖章确认。不仅如此，各位可以看看大屏幕，左边是当年唐建明构陷沈雨桐的内部报告，右边是今天的匿名举报信，用词逻辑甚至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一模一样。唐建明当年为什么要破坏谈判？因为他收了盛和资本金构扫障碍。现在沈雨桐作为审查盛和资本的新项目，你们觉得这封举报信是谁写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连环陷害。我宣布，针对沈雨桐资格暂停的提议不成立。林主任，这不能服众，泰珀普的声明只是单方面的，谁能证明当年谈判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仅凭这2份文件，分量根本不够，我们需要当时的亲历者来还原真相。亲历者？你确定要听亲历者的话？当然，没有东盛到头高层的直接证词，这事儿就没完。这是谁的介入请求？一个能彻底终结这场闹剧的人。接通吧。程总，林主任，各位委员，关于当年泰索普谈判被破坏的全过程，以及唐建明是如何伪造证据构陷沈雨桐的，我心知肚明。我来为沈雨桐作证。仲裁委的正式书面通知，程博的证词加上副顾问的证据链，彻底把那封举报信定死了。48小时内，你的顾问资格全面恢复。谢谢林律师。还有个内部消息，仲裁委对这种恶意干扰程序的行为非常不满，已经正式启动了对匿名举报的反向核查。这次核查力度很大，一定会牵出背后举报人。你们最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这可能不是唐建明一个人能搞出来动静。既然他们敢伸手，就得做好被剁掉的准备。技术组回读了举报邮件的发送路径，对方很狡猾，套了3层海外代理服务器的马甲。能拨开吗？已经剥开了，最终 IP 指向这里，盛和资本香港办公室的固定网站。原来不是唐建明的个人泄愤，这是资本层面的定点追击。他们怕我留在谈判桌上，坏了他们收购泰同普的局。既然是盛和资本，那就查查是谁在操刀。这是盛和关联人员和高管的名单。线索断了，名下全是空壳离岸公司，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他们既然敢用香港办公室的网络，就一定有内部人负责对接法律风险。再找找外围。别查那些高管了，看这个，这是我刚从券商朋友那里翻出来的，盛和资本去年对外披露的常年法律服务合作方名录。魏铎？对，
就是那个在庭上一路质疑你、逼问证人可信度的对方律师。原来站在对面唱反调、装作中立第三方的人，本就是盛和资本的常年法律顾问。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中立较量，对手的面具彻底揭开了。各位委员，这份补充材料是盛和资本近3年的法律顾问名录以及相关财务走账记录。材料清晰显示，坐在对面的魏铎律师不仅是此次匿名举报 IP 的实际关联方，更是盛和资本的常年法律顾问。沈雨桐，你这是血口喷人！我只是提供常规的自领咨询，根本不知道什么匿名举报。常规咨询包括用你律所的内部网络向东社龙头发送伪造的举报信。魏律师，鉴于你涉嫌严重的利益输送与协助伪造举报，严重违反职业决定，即刻起暂停你的出庭资格。委员，这中间有误会，我可以解释。不必向我们解释了，相关证据我们将同步移交律协。你准备接受吊销执照的调查吧。雨桐，你猜刚才谁找我了？魏铎的助理。他想私下见面，对，姿态放得极低，说想跟你划清界限，愿意全面配合。他现在在行业里算是彻底身败名裂了，律协的调查通知已经下发，他这是走投无路了。盛和资本那边肯定已经切断了跟他的联系，准备让他一个人把伪造举报的雷顶下来。他之前在庭上那么咄咄逼人，现在突然服软，会不会有诈？他是个聪明人，知道现在唯一的生机就是反咬盛和一口。他这是想在彻底崩盘前拿手里的底牌给自己留条后路。那你见不见？见。我倒要看看他手里攥着什么能让盛和资本忌惮的筹码。沈小姐，之前各位旗主多有得罪。魏律师，你的执照快保不住了，盛和资本没打算捞你。捞我？他们巴不得我赶紧闭嘴。我给他们干了那么多脏活，现在想让我当替罪羊？做梦！所以你找我是想拉个垫背的，还是想求生？沈雨桐，我知道你们在查盛和资本，你们查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哦，我知道他们整个操盘链条的关键材料，谁下达的指令，资金是怎么走账的，又是怎么收买你们内部的人配合打压收购价的，这些东西全在我手里。烫手的山芋，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接？因为你想把他们连根拔起，而我是你唯一的捷径。我可以给你整个操盘的证据链，但我需要你帮我从宽。这是第一批，我要林律师出具书面承诺，证明我是主动提供关键线索，作为仲裁委从宽处理的依据。有限度配合协议，你给的料有多真，你的贿赂就有多宽。签字吧。唐建明和盛和资本的往来邮件时间跨度长达2年。泰拓普项目的底价谈判策略，甚至美方代表哈维森的个人喜好，全在上面。盛和的操盘手法向来如此，现在目标公司内部安插棋子，破坏正常业务，制造经营困境，等估值跌到谷底，再出面低价收购。所以14天前那场谈判，唐建明故意换掉我，不仅是为了抢功。抢功只是顺手，你太专业也太较真。有你在谈判桌上，泰拓普的合作不可能谈崩。唐建明必须把你踢出局，换上什么都不懂的郑雅，才能确保谈判破裂，让公司陷入危机。我8年的职业生涯，只是你们压低收购价的一枚弃子。资本局里没有个人恩怨，只有利益最大化。剩下的材料等仲裁委撤销对我的调照听证，我再给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今晚12点前我要看到全部记录，否则这份有限度配合协议随时作废。时间、走账路径、通讯节点的 IP 地址全部吻合。魏卓给的材料是真的。他不敢造假，这些资金链条里有他自己拿顾问费的痕迹，动了核心事实，等于连他自己一起送进去。唐建明负责内部破坏，魏铎负责法律规避，盛和资本在外部施压。这个闭环已经很完整了，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太顺利了，盛和的收购案不仅需要内部配合，还需要绕过层层监管审查，光靠唐建明和魏铎做不到这么干净。傅丽，你看这个。这个人既不在盛和的明面团队里，也不在唐建苗的汇报线上，但他每次都能提前3天准确预测出监管部门的审查动向，甚至指导盛和如何规避红线。这不是普通的商业顾问，能拿到这种级别的内部信息，盛和在监管层埋着内线。这个 K 能绕开常规审计，直接干预盛和的资金走向，绝对在监管层有实权。但魏林给的记录只有单向转账，没有收款方，线索断了。收款方是3家海外壳公司。资金经过4次洗盘，最终汇入了一个离岸信托，信托的实际受益人姓柯。这种级别的资金穿透，需要跨国金融监管的底层权限，你一个东盛的战略顾问怎么可能查得到？托了点朋友的关系，刚好能对上。李敏，你帮我查一下监管层里姓柯的高管。对，权限被锁了。好，我知道了。不用查了，看看这个。
这是盛和资本去年4季度的内部风控报告，连魏铎这个常年法律顾问都拿不到的绝密文件，你从哪儿弄来的？魏铎交代的只是一部分，他有私心，想留底牌，我只是把拼图补全了。这里面连盛和内部极高权限的审批流程都有，甚至标注了魏铎都没交代的资金漏洞。你对盛和内部运作的熟悉程度，根本不是一个外部顾问该有的。拿到证据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傅丽，你的朋友权限未免太大了。从我被唐建明赶出会议室那天起，你就一直在给我递刀子。东盛系统后台的最高权限，会议室的监控录像，现在又是盛和资本的绝密风控报告和跨国资金的底层流向，桩桩件件太巧也太及时了。你手里的地图比我们所有人看到的都要大。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打开看看。反垄断局，你在东盛潜伏了11年，战略顾问只是你的伪装。资本圈的隐蔽垄断从来不是摆在明面上的。盛和资本这几年通过恶意压价、安插内线、破坏竞争，吞并了10几家像泰投普这样的企业，他们做得很干净，常规调查根本抓不到把柄。所以泰珀普的并购案只是他们整个垄断链条上的一环。对，唐建明是他们的一把刀，负责在内部搞破坏，压低泰珀普的估值，而我一直在等一个市政。然后你选中了我。从我被唐建明在谈判桌上当众裁员开始，你就在暗中递牌，系统权限、会议录像，你不是在帮我，你是在利用我做局。我是在托举你，沈雨桐。你的案子是这场调查里最完整、最能站住脚的突破口。从你拒绝签竞业协议，到唐建明窃取你的方案造谣封杀你，再到魏卓的出现，你走的每一步都完美印证了盛和的操盘模式。你既是受害者，也是我们破局的唯一关键证人。没错。只要顺着魏铎提供的操盘记录，加上你的案子作为实证，我们就能直接向局里申请收网。怎么了？盛和嗅到风声了，魏铎被停职的事让他们察觉到了危险。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正在启动跨境程序，盛和资本48小时内要转移资产、销毁证据，我们必须现在行动。副局。盛和这3年涉及的跨境并购案全在这儿了，48小时连目录都看不完。他们要是明早启动销毁程序，我们根本来不及定罪。常规审查确实来不及，但必须找。不用全看，把所有带中印对照的合同挑出来。双语版？我是同传，他们做跨境转移就绕不开双语合同，猫腻藏在翻译里。按他说的做，把所有双语合同搬过来。找到了，看这里，中文条款写的是股权积压，但在英版对应的段落里用的 transfer。他们在定义上偷换概念。不止，金额口径，中文写的是人民币必算，但英文附件的极小字母体加了汇率对赌的生效条件，中文写条件生效，英文是随时。他们利用翻译受密，制造合规假象，把这些差异条款串起来，这就是一条完整的资金出境链条。最后一步在哪儿？开梦群岛的壳公司，资金汇出的时间窗口就在今天上午9点。行动组，立刻收网。停下，副顾问，大清早的，我清理一下部门的过期废弃档案，不违规吧？过期档案，唐经理，盛和资本的海外账户已经被冻结了，你现在销毁的是你的催命符。副局，密码炮开了。这根本不是盛和压价的账本，你们到底在替谁洗钱？